朋友对我说对不起，谢谢，我谢谢你。我是不该说对不起，因为仔细想，我也没对不起你。什么呀？我说话本来就不拐弯，这您以前就知道啦。现在您是我爸了，我就更应该有什么说什么，不该瞒着您啊。嘿，瞧我这爸爸当的啊！警察不是说了吗？让咱们家内部协调，到底这酒吧是能开还是不能开？不如就让我们家全部投票表决，您觉得呢？我爸呀，当过车间主任，境界在那儿摆着呢，绝对支持民主。你小子少拿话来套我啊！家庭投票可以，可你们俩只得算一票。为什么？你们俩开的是夫妻店呢，是一头的，所以只能算一票啊！多明白啊！爸，又怎么办了？爸，这老赖皮。妈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妈，您一定要支持 GL 酒吧。什么 GL 啊？这个 GL 是我跟晶晶名字的头一个字母。支持 GL 酒吧就等于您支持您的儿子和儿媳妇。那不是要反对你爸呀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这回啊，我们是用对勾和叉表示，我爸根本就看不出来您的字体。是吗？啊，对勾叉。对，好，那我就支持你啊。OK， 一票到手。哎呦，二哥，我这跟你说半天，你到底听明白没有？不就是拉选票吗？哎，你这可属于不正当的竞争啊！我跟晶晶，我们俩人就算一票，你说咱爸定这规矩合理吗？我说你不要拿这些世俗的小事来烦我，行不行？二哥，求你了。不是你，给我一个理由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爸，你不是怕麻烦吗？这个对勾啊是1笔，叉呢是2笔，对勾呢比较省事儿一些，是吧，二哥啊？哎，行了行，我明天就去办那个省事儿去。啊，真的啊，谢了啊，别客气。哎，这边有个人，你手。咱们韩家民主投票的结果，这一旦揭晓之后，这酒吧是不是接着开，就得少数服从多数了啊！啊，说，要是赞成和反对的票数一样呢？哪有那好事啊？你们俩只能算一票。我索性就高姿态的先撂下一句话：要是平局，算你赢。那我再确定一次。结果出来之后，您不会再一票否决吧？你还担心咱爸赖皮呀？就是，老爷子一向高风亮节，哪能干那事儿啊？对吧？那是，咱爸说话一诺千金，掷地有声。你们老是说话这么文文言言的干什么？通俗点说啊，通俗点说，就是我今天放出去的话，那是杠杠的，这掉到地上都能砸一坑来，就是这意思啊！来，得老何，林福，你现在开始唱票，秋芳你来计票，顺便给你们俩一个机会，让你们夫唱妇随啊！那我可开始了啊！少废话，快点儿！我不是想琢磨着翻译嘛，这个啊，对勾是支持酒吧开业，叉子是反对啊。甭啰嗦，你就直接就叉，得行。我可真说了啊，哎，叉子一个叉，叉子2个叉，他这夫唱妇随多好。叉子撒面功夫撒叉子了，对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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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仨对勾，
接着念。没了，就6张选票。3比3平手。爸说了，平手算我们赢。我们赢了！加油，酒吧继续开业！意思，好好的一个，我不跟这俩小伙同桌吃饭。大鱼，怎么又来学校接我呀？这不又出了点状况吗？跟我妈吵架了？哎呀，这回不是，是跟你姥姥。你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你姥姥买了一件特高档的上衣，看不上，哎，竟然当我面旁边一拽，哎，不能幸灾乐祸啊！这种糗事你自己扛着就行了，来我这儿诉什么苦啊？哎呀，这不找你商量吗？我是这么想的啊，那件上衣确实很高档，你姥姥不喜欢，我想把它退回商场去。资源节约嘛，对不对？退就退呗，不用跟我商量。哎呀，你没听懂我的意思。当时他不是不喜欢那件衣服吗？歘一拽到他身边那把椅子上了。他要是拽到我面前，我不就顺手拿走了吗？现在那件衣服在他屋里呢。合着你不好意思让我去帮你拿呀？你简直是上哈佛的料，珊珊同学，成交！哎呦呵！你得先说说给我什么奖励。那当然是有的了，一打卡通袜子。你给我姥姥买的那件衣服多少钱呢？1000多，都快碰2000了。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一袋袜子可就不成了。那你想要什么 ？computer 一台。大姐呀！我看见就是在你姥姥屋里那椅子背上搭着呢。拜托了啊！来。你就会搞这种危险游戏。这种游戏啊，根本就不存在危险性。你想啊，把生活中的尴尬变为一种游戏，这是需要大智慧的。珊珊为什么叫我大鱼啊？大鱼就是大智若愚的缩写。美的你，难怪珊珊啊会听你的调遣。我这当妈的都有点嫉妒。哈哈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此乃超级机密。姥姥也会臭美哦。谁呀？啊，姥姥是我。笑什么呀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了一只花蝴蝶。花蝴蝶？有一只特别漂亮的花蝴蝶飞到咱们家里来了，我正在找。就这样，一开始我姥姥还穿着这衣服扭呢，得一看见我，把这衣服扔给我，让我还给你。你姥姥穿这衣服照镜子来着？效果还不错，乍一看像老年时装模特一样。珊珊，你又立一功哎！没有事，我走了，别忘了还欠我一台 computer 呢。OK。你答应给他买一台笔记本电脑？等他考上大学，哎，先不说珊珊，说件花衣服，啊，我改变主意，我不退货，我代为保存。为什么？没听珊珊说吗？老太太一个人照着镜子扭扭扭。我忽然感觉你妈这人挺可爱的，她不但虐待别人，她还要虐待自己。你别用虐待这个词行不行？哎呀，老婆，你不用这么神经敏感。哎，通过老太太照镜子这一句，
你妈并不是铁板一块，你妈是能够被美好的事物所打动的。我信心百倍，对付你妈并不那么难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建设咱们美好的家园。妈，晶晶有问题想问你。我自己说，妈，听说爸因为投票失败生我们的气，说以后不跟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了，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我爸就那么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可不是当真嘛。啊？真不让我们上饭桌吃饭了？妈，您看的还能笑得出来？这有什么？我们在院里支个小饭桌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还真能想得开。你们想得开好，那我就省心了。你还省事儿了呢。以后我们的饭啊，你就甭管了。有时间的话呢，我就自己做；没时间，你就叫外卖。妈，您要是真心疼我们，就给我们补助点伙食费。去，要不要脸啊？都结了婚了，还跟老妈要钱。哎呀，没想到你爸真生气，不跟我们同桌吃饭了。这样更好，咱们俩呀想吃啥吃啥，不用跟他在一块吃剩饭了。我有一个想法是关于二哥的，我觉得他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成天在房间里面打游戏，回头栽进虚拟世界里出不来就惨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让他在这儿当前台经理，按月分红，有事儿干，有钱挣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！哎呦，我媳妇儿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少拍马屁。哎，吃一口。好事儿，大好事儿！又死机喽。那正好，我跟晶晶一致决定聘请你为 GL 酒吧的前台经理。这个工资嘛，按月分红。哟，咦，这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啊！我还以为你会欢呼一下呢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啊，那没什么的话，明天你就可以上任了。正好呢，先熟悉一下环境。我不去。不去？给弟妹打工非我所愿。哎呦，二哥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啊？这让你不出家门就能解决你的饭碗问题，多好的事儿啊！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我一想到这个饭碗是弟妹给的，我就拘尽两江水，难洗满面羞啊！什么？啊，通俗点说，脸上臊得慌，把我扔到黄河和长江里头洗刷刷，那也不管用啊！哎，什么？二哥不愿意？他也太清高了吧！我看他是念书，把脑袋给念坏了。你再劝劝他嘛，我们这都是为他好啊！一个大男人无所事事像什么样？这不就废了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又不知道了？现在啊，二哥是让他那婚姻问题给弄得没心情。你别说是一前台经理了，你就是给他一总统，他都不见得愿意当。你说他们两口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二嫂没事先回国就算了，二哥也能出国去探亲啊。你说的容易，那也得二嫂让二哥去探，他才能去呀，否则连签证都办不下来。你说他们的婚姻是亮起红灯哦？亮什么灯我不知道，反正是不乐观。那正好，好，你还叫好？越是这样，二哥就更需要有事儿干啊。一份新工作是最好的心理治疗，肯定能帮他解除烦恼。哎，再说了，要是他能够去酒吧上班，借酒浇愁也方便些啊。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现在问题是二哥他不愿意。你没用，
那我自己说去。你，亲，二哥，你起了吗？我有事儿想跟你聊聊。这老三媳妇儿又想干什么呢？爸，我帮你打听打听。感激你的好意，但我不需要救济，请你不要把我当成内部的扶贫对象。二哥，我想是天乐没有说清楚，这次不是我帮你，是你帮我，我才是救助对象。嗯，此话怎讲？其实，酒吧是我的第二事业，除了周末双休日，我白天还是得去摄影工作室上班。要是你能出山当酒吧的值班经理，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啦。啊，弟妹啊，你有所不知，翻遍我童年的幻想，青年的壮志，没有一样跟这餐饮业沾边。这个我干不来。你没做过，怎么知道干不来？二哥，我知道你是文化人，那你可以来一个餐饮搭台文化唱戏，运用你的优势吸引高端顾客啊。哦，你是说让我请遍天下的朋友到咱们酒吧来吟诗作赋？对。可是那样我就不能收他们的酒钱，这酒他就得白喝。那就不是开酒吧，这就是相声里面说的开粥厂。哎，吃药。爸妈，你们知道吗？静静啊，又打上天庆的主意了啊！她要鼓动天庆到她的酒吧上班去。哼，那不是白干吧？答应她当什么值班经理，按月分红，那也没亏待自家人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你在说？哎呀，我看啊，那静静也是为天庆着想。她看着天庆整天在家闲着没事干，没事干非得到他那儿干吗？来气儿！大伯的给弟妹干活没听说过，这于晶晶招兵买马招到咱们自个儿家人头上来了，我就纳了闷儿，他哪来这么大精神头啊？刚刚才掺和完老大两口子，转脸又惦记上老二了，我想着我就别扭。可不，我这个小妯娌啊，快赶上国际刑警了。对，干脆把我们一家都带走。国际刑警干嘛呀？爸，我这不是打比方吗？别生气啊。就冲这个，我永远都不想跟那小媳妇儿在一个桌上吃饭。哎，还有这个药。大华，吃饭了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妈不是规定吃饭的时候不准说话吗？我给她衬点背景音乐，我这是融化冰山一角，就从这音乐开始。你不是不让说话吗？听音乐总可以吧？别忙，紧接着里边还有人唱歌。接下来，我要逐步过渡到流行音乐，那就离饭桌上聊天不远了。看什么看？我说过不跟那俩小子同一桌吃饭，就是不同一桌吃饭。哎，这叫做惩罚。要不，给他们拨俩菜吧。不惯这毛病，就让那俩小子吃剩下的，估计也剩不多。嘿嘿。这老三媳妇儿也是，惹恼了咱爸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这玩意儿更滋润了，开上小灶了。人算不如天算也。来，老公，你尝尝这个，保证又营养又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还有这个，OK，真 OK。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。
墙来。你说什么？香味如红杏，隔桌飘过来。啊切！哎呦，还真是挺香的。这弟妹炒的什么菜啊？是香菇芦笋？闻着像羊肉串味儿。干杯！老婆，明儿做什么好吃的呀？敬请期待，保证是非常好吃的。哎呦！我宣布，从下一顿饭开始，取缔小饭桌。户口本在哪儿？明天我要用。要户口本做什么？说明用途先。怎么了？大华，你的好奇心怎么这么强呢？啊？哎呀，那你爸你妈那声音频道也不可能永远就这么关闭着吧？你不要管了，他们自己都已经习惯了。习惯什么呀？要融化你妈这颗孤傲的心，说不定我这一招啊，还是一突破口呢。大华，你没戏的，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妈跟你爸爸闹到今天这样，肯定跟他们年轻时那个感情基础有关。你已经用音乐打破了饭桌上的沉默，我妈没说你，你就知足吧。哎，你不要总是这么回避问题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吧，我估计的8、9不离10，你妈跟你爸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肯定跟他们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关。哎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看啊，咱俩跟你爸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，咱俩有什么事都沟通，对不对？你爸你妈呢，声音频道永远关闭。大华，你听我的忠告，关于我父母的感情问题，你最好不要插手，否则我会死得很难看。哎呦，亲爱的，要知道我是一条晒不死的鱼儿。二哥，现代社会有一个共识，钱多事少离家近，找工作呢是离家越近越好。我的酒吧离你多近啊？走后门都不用出这个院子就到了。来，跟我来体验一下。晶晶，我知道你的酒吧呢就在咱们家的墙那边，我不想体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你体验一把从居家一下子穿越进职场的感觉。哎呦，来晶晶嘛，晶晶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哎呦，晶，就在前面。晶晶，来。晶晶，真是个热心肠啊！真热，没热对地方。就是，酒吧再缺人，也不能跑自家来招募来啊。老二是文化人呐，研究古典文化的文化人，你让他站在酒吧柜台后的招呼客人，驴唇不对马嘴。到了，怎么样，二哥？我这儿一点儿也不三俗吧？还行。不过你这个地方给我有一种强烈的文化陌生感。哎呦，二哥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也离不开酒吗？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，这可是曹操说的哦。想当年，曹孟德横槊赋诗，
这你也知道？不好意思，为了说服你，临时恶补的。那你为什么非要让我？肥水不落外人田。你可以把这儿当成你的试验田啊，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来经营酒吧，把这儿变成一个文化沙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太突然，太突然了。我还没有这方面的意向。会有的，二哥，我不会放过你的哦。我要用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来请你出山。哦，那这么说，你把我当成卧龙先生了？我这儿环境还行吧？还行，反正这方面我也不懂。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想让我帮你劝天庆？不是，哎，不过这事儿你要是能帮忙也挺好的。你高看我了，我可帮不了你。回头你大哥有点跟我闹，保不定刚消停几天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其实我找你也不是为了这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那我直说了，你跟大哥闹别扭闹这么久，是不是因为结婚这么多年都没有小孩啊？弟妹，你可真够直的，是不是嘛？那你们得努力呀。怎么没努力啊？我们两口从一结婚开始就努到现在，连这话都跟你说。这事儿不是你们两个努力就行的，这个事情呢得依赖科学。大嫂，我劝你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。凭什么我去医院检查呀？好像我有毛病似的。大哥也要去，你查他也查，看看问题出在谁身上，搞不好就能解决了呢。你大哥他才不去呢。那你劝劝他嘛。要不我帮你说去。弟妹，你可真行。这事儿你好意思说，我老公可不好意思听。对哦，我也不太好意思说。哎，我可以发短信啊，我还可以上网查一下，看哪家医院治疗不孕症特别有名，然后连医院的地址一块发给他。老公，回来啦。三儿这媳妇儿真够可以的，她怎么什么事都管啊？怎么了？你看看这个。大哥，我帮你查到了一家著名专科医院，能检查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不孕症。他真给你发了？你知道这事儿？是你让他发的？不，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他今天还找我来着，当面跟我说的也是这一套。到底怎么想的呀他？岂有此理！他管得着吗？让我上医院去检查不孕症，这是对我男性尊严的变相诽谤。岳父啊！啊！哎啊！大华！哎，不打扰您吧？说什么呢？来，坐。哎呀，我好像还是头一回进您这屋啊。我这儿忒乱。没有，挺雅致的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屋里好像有股大森林的味道呢？就是那个木头发出的香味儿。大华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直说。也没什么大不了事儿，这三妹老跟我说我没什么事啊，多关心关心老爷子。这个丫头真会派差。哎，我就觉得吧，您这其他条件都挺好的，可是怎么着，我还是觉得我觉得您挺不容易的。其实啊，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那就别再让自己活得那么压抑，让自己快活一点不好吗？我挺好的啊，每天
1个鸡蛋，半磅牛奶。您那叫自我安慰。您生活内容充实啊，老年人就应该经常去焕发青春。我还焕发什么青春？我青春时候的照片都发黄了。啊，那什么，咱们改天爷俩去钓个鱼。钓鱼有兴趣吗？太好了，我就为这事儿来了。我走了啊。这一去就是1天，怎么也得跟你岳母打个招呼不是？啊，咱爷俩出去钓个鱼，还要专门跟岳母去打个招呼啊？我这倒不是怎么局内非得打招呼。那您不是说？我主要是怕引起什么不愉快。哎，咱们这个重新组合的大家庭，不是还不那么稳定，不是吗？对，您说的也有道理。那您找机会跟岳母去打招呼，我也去做准备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。女婿约我周末出去钓鱼，不能管做饭了，你意下如何？妈，我上班去了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早上好，路上当心啊！啊，靓仔你好。哟，秋芳，嘿，你不说今儿没空来吗？哎呦妈，你说我那小妯娌她怎么这样啊？静静怎么了？她走，到你屋说去啊。上哪儿去？爸啊，我们你这老婆子，儿媳妇来汇报工作，你半道截流，怎么的？想封锁消息，把我这一家之主给架空了？爸啊，我可没想瞒着你，静静她，你没法说我。怎么茬？啊，他拉天庆入伙不成，还找你去了，让你上他那儿去刷酒盅去？不是啊，哎呦，比这过分多了。啊，他那拆墙的劲头又上来了，他想干什么？田乐，田乐，田乐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醒醒吧，我是你二哥。嗨，我说那手怎么那么糙呢？我看到晶晶上班了，我这才进来。你今天不上班了？我今儿休息。不是二哥，你什么事儿？我这好容易睡一懒觉。啊，平时啊，你们两个都是出双入对，落单的时候很少。今儿个呢，正好，我来找你。哎呀，你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快说。啊，你跟晶晶说，不要让她老来劝我了。那想当初刘备请诸葛亮，也才请了3回。那你是想去酒吧工作了？没同意，不过可以些许的考虑一下。在我考虑的时候，我需要安静。你告诉你媳妇儿，不要让她天天来劝我了。就这事儿啊？就这事儿。
回来我跟晶晶说一声。没事，我先睡啊。您二老给评评，你说这老三媳妇管得也太宽了吧？让我们两口子私密事他都跟着插手，一通张罗啊，什么都好意思说，弄得天福差点又跟我闹误会。误会你什么了？天福差一点以为是我让晶晶给他发短信，让他到医院检查不孕症的。天福说他的男性尊严都受伤害了。扯！让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就受伤害了，这叫什么超级尊严呢？一捅就破。人三儿媳妇这建议还真不错，我呢，你们俩是该到医院去看看去嘛。哎呀，爸，这回你怎么？这话可又说回来了，就算他三儿媳妇这建议不错，可也轮不着他出头啊。这事儿他要真关心的话，应该是他先跟天乐说，天乐再跟我汇报，我再告诉天福。嗨，绕这么大弯干什么？不是你这天福也真是的，他要知道自个儿真有毛病的话，早该到医院去看看去，你是吧？你这三儿媳妇他还真是啊，把自个儿真当人物了。他哥哥嫂子的隐私他都得想管，你说这事儿他管得着吗？爸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哎，晶晶这孩子也是，不好好管管不行了。三儿，三儿，醒醒醒醒，还。哎呀，好媳妇儿，再让我睡一会儿啊，睡一会儿。我是你大哥。这都怎么了？这是。三儿，你听着啊，你得好好管我们这媳妇儿了。看看他给我发的信息。什么？我看不清，你说吧，怎么了？他让我检查身体去。好事儿啊，身体健康多重要啊！你去吧。好事儿啊！你听着，你那媳妇儿啊，她拐着弯儿的，她伤害了我作为男子汉的尊严。啊！王三，哎，大嫂，哟，黄瓜，哎呦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回头得好好说晶晶啊，他也太管闲事儿了，该管的管，不该管的也管。这不还是给大哥发短信那事儿啊？晶晶当面找到我，他怎么什么话都好意思说呀？啊，你可得管管他了。多管闲事。少废话啊！跟你有关系吗？跟人瞎掺和什么呀？天乐，别瞎教育我这鸟啊！多管管你那媳妇儿，她也忒爱多管闲事了。你负责把她的毛病搬过来啊，要不然引起民愤了都。多管闲事。岳母，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。这个周末我想去钓鱼。你的业余活动，大可不必得到我的批准。我想请岳父跟我一块儿去，相互有个照应，特此请示。您不反对？您同意了？我同意什么了？这个周末，岳父跟我去钓鱼啊。哎呀，天乐，你正好在这儿，我可得跟你说啊，那个晶晶啊，你劝劝她，她这毛病不改不行啊。妈，我求您了，您能让我好好的吃一次烧饼吗？哦，好好好，哎，你吃啊。哎呀，我就是想想，
他那些闲事管啥呢？你，你听见没有？哎呦，真是。口头批评一次啊！你这副表情得马上整改，不然影响客源呢。哎呦，我亲爱的媳妇，我今儿郁闷了整整1天了，就等你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全家人都让我好好的管管你，让你整改。我又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别管我大哥大嫂的事儿了？我这不是出自好意吗？他们2个是当事者迷，不就是因为没有孩子，所以才影响感情？与其互相埋怨，还不如直接去医院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呢。哎呀，你怎么就不明细呢？现在大哥大嫂谁都不愿意先迈这一步，都怕问题出在自己身上，所以谁他都不接招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行啊，那我就主动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。哟，姑奶奶，你饶了我！媳妇儿，知道你是好心，那你还说？可你这好心，他别人不领情啊。这样吧，你把你的所有的好心都用在我身上，怎么样？我是这么狭隘的人吗？这么说吧，咱们俩走自己的路，别人的路爱怎么走怎么走去，跟咱没关系，行不行？我不只嫁给了你，还要融入你的家庭，关心你的家人。我这样做有错吗？难不成让我房顶开门六亲不认啊？我也没这么说呀。那就别管我。可我受不了啊！我们全家人从上到下都让我管管你。你是男人不是啊？是男人又怎么了？是男人就自己扛着压力，不要回头跟媳妇抱怨。那我这男人还不如不当呢。没出息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？我保持沉默，行了吧？哎呦，消极抵抗哦。你再说，你把我逼成抑郁症，你就惨了你。你再说，今晚不准上床睡觉。那我上哪儿睡啊？床底下。